到底是谁这么会送啊？哎，这个不是送你的，是送给你太太的。送礼也是一门社交必修课，人际关系上的长线投资，就送最贵的，越贵越好，东西留下人走吧。送礼物这种事情啊，是那些没有实力的人做的事情，交易的意图过于明显，是舔狗。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时间呢，不知不觉来到12月了，我最喜欢12月了，因为接下来呢就是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节日。不过呢，我最近收到了一些私讯，内容都高度的统一。安娜有没有送礼物的小 tips 可以分享？安娜，我要和喜欢的男生一起过圣诞了，可不可以建议我给他挑什么样的礼物？安娜，我的主管生宝宝了，我应该送他什么比较好？好担心自己送的东西被淹没在他的礼物海洋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每年到了圣诞啊、新年啊、情人节啊，还有各种平时的节庆、乔迁、喜提新车，亲朋好友还有主管同事之间，一想到要送礼物就非常的头痛，怕踩雷，又怕自己送的东西对方不喜欢，还怕自己送了跟没有送一样。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你送礼就送礼，怎么还要别人记得？这样不会太有心机了吗？没错，我们送礼物确实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但是希望自己送出去的东西被别人记得也是人之常情吧。毕竟大家的钱都不是被大风刮来的，都是花一样的钱，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希望被对方记得。尤其是在一些社交场合，礼物送得好，可以帮忙我们搭建起很多情感的小桥，所以送礼物确实是值得我们花一点点小心思的。趁着年末这些节日还没有正式到来之前，今天这集就来和大家分享送礼物的小技巧，帮大家轻松挑选合适的礼物。今天这一集不但是圣诞节、新年有用，我相信在你人生任何一个需要送礼物的 moment， 都会帮你花对钱，送你送到心坎里。一条影片800个心机。很多人在送礼物的时候，比如说遇到端午节我就要送粽子，中秋节我就要送月饼，朋友生小孩我就送尿布。传统大家都是这样子。这些东西呢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就是这些东西它太理所当然了，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我们送的东西和收礼者自己买的还有别人送的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根本分不清楚是谁送的。尤其是粽子，尿布也是啊，月饼其实也是。对啦所以呢，第一个小技巧就是逢年过节我们要送礼物的时候，要做到自己送的礼物和别人送的礼物有一定的差异化，但是这个东西呢又不能显得突兀。我比较习惯的呢就是去送这些东西的周边搭配，比如说你的送礼对象他非常喜欢喝红酒，我就会去送红酒杯，又或者说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送月饼，我就会去送没有调味的茶。想象一下，吃着别人的月饼越吃越腻的时候，突然之间想到有你送的茶，然后拿出你的茶喝了一口，好解腻哦，是不是整个体验感一下就加分了？到底是谁这么会送啊？当然是你啊。又或者我们要去看望的对象他正好生了宝宝，当大家都在送宝宝用品还有尿布的时候，你就选择去送妈妈的保养品或者保健食品。我跟你们说，新生儿刚出生的时候礼物真的多到爆，而且很多东西他们因为一下子就长大了，根本就用不到。我们家衣柜现在还放着 Chris 刚出生的时候收到的名牌的衣服的礼盒，一次都没有穿过。再来像尿布这样子的东西啊，每个小孩的屁股都不太一样，没有生过小孩的人可能真的 get 不到什么叫屁股不一样，他们会认尿布，而且他们一下子就长大了，你送的 size 可能根本就没有穿到。基本上刚出生的嫩婴啊，就是大家的掌上明珠，因为太可爱了，所以想要给他疯狂的买东西送给他。但是呢，辛苦生产的妈妈却是很多人送礼物的时候会忘掉的对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给妈妈买礼物，就会显得你特别的用心。而且刚刚生产完的妈妈多少会有一些容貌焦虑，可是呢照顾新生儿的时候又是非常非常忙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时间操心自己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如果收到保养品啊或者保健食品啊，就会有一种被重视被加油的感觉，一定会记住这一份心意。包含我身边有很多社交达人，他们在送礼物的时候常常会说一句话，这个不是送你的，是送给你太太的，送给你小孩的，送给你狗狗的反正都是一样的意思。收起来既没压力还贴心，枕边风吹啊吹。还有一种差异化也是大家可以研究的方向，比如说你要送礼的对象乔迁新居，大家都是送家电啊、香氛啊这种家里可以用的东西，你就可以看一看他有没有开车，如果他开车了，你就可以送车用香氛。送的时候呢，还写上一张小卡片，期待你在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时刻都拥有美好的心情还有能量，是不是一下子就有空间和情感的连结了？收礼的人呢，每一次一开车就闻到那个香味的时候，就想到说，哇哦，这个香味好好闻啊，是谁这么会送礼啊？那不就是你吗？但送香氛这个东西啊，前提就是你非常了解对方的喜好。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呢，可以送一些比较安全牌的选择，比如说像玫瑰花啊、白麝香啊这些大部分人都会喜欢的香味。我在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呢，也在网络上搜过一些送礼技巧，很多送礼技巧都跟你讲说，你送礼物啊就送最贵的，越贵越好， CP 值越低越好。先不说这个很贵的礼物会不会给你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今天你要送的这个人如果是一个经济状况还不错的人，比如说是你的主管或者你想要拜托的人，首先你们在认定贵这件事情上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可能你花了好多钱咬牙买下来的礼物，这个贵重的礼物却只是对方的日常，他可能根本 get 不到你所谓的贵。又或者我们送礼
礼的对象有一些特殊的职位，比如说是某某主管或者是小孩的老师，你突然送一个很贵重的礼物，对方在收的时候就会有压力，一个是职业道德的问题，还有一个就会担心你是不是有很大的事情要拜托。另外呢，在送一些长辈的时候，如果你买一个很贵的东西，还有可能被念面拿狼来的鹤呢，东西留下人走吧。啊，我记得我之前收过一个礼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是一个艺人送的，他去认养了一片有机稻田，然后在丰收的时候呢，就送了我一包稻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哦，就自己有一种被惦记的感觉，哇，稻田丰收了都没有忘记告诉我，真的是收起来完全不会有压力，而且一直记到现在。对，印象超级深。我觉得这样的送礼逻辑啊，再送一些老师或者你想要送一些长官或者比较特殊职位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这个东西本身价格不是很贵，可是它背后的故事价值却很高。这一种呢，就特别适合送给那些物质充裕、衣食无忧的人。他们可能什么样贵重的东西都已经见过了，所以呢，一些和体验相关的东西或者不可定价的东西，就会显得非常的不一样。刚刚提到送礼不是越贵越好，那可能有的观众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就送实用的就好。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些送礼推荐 list 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点，那些 list 都说送女生就是送口红啊、眼影啊这一类东西，这些东西它不是说不好，只是说它会被用完。刚刚我们说的尿布也是啊。对，朋友之间送东西确实是一份心意，但这就是要看我们送礼的时候对这一份礼物的价值的定义。如果你希望这一份礼物送出去可以被对方记得久一点，就记得不要送会被消耗掉的东西。比如说同样是2000多的价位好了，比起送 Chanel 的眼影，我觉得送 Swarovski 的原子笔可能会更有意义一点，因为这支原子笔就算它写到没有水，它里面是有替换芯可以装的，那一支笔杆因为长得很好看，所以你会想要保存很久。而且送这种东西呢，不用担心色号。大家想想看啊，口红、眼影有多少色号？你送错了，这个东西真的没办法用。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送给朋友一支笔，他每一次拿起这支笔在写字，比如说写一些会议记录啊，或者写一些心情小语啊，每一次写，每一次都会想到你这礼物是不是送的非常的值得？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在贫瘠社交的情况下，在自己的经济可以负担的情况下，送一些广义 CP 值比较低的美丽小废物还是蛮有用的。那同理的呢，还有香氛，但是要瓶子好看的香氛。为什么是瓶子好看的香氛呢？因为香氛就算用完了，那个瓶子很好看，就会被留下来，当一个小摆件或者放一些小首饰都非常的合适。前面和大家分享的呢，都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大家扎堆送礼的时候，怎么样让你的礼物脱颖而出。但是呢，光只做到上面3点呢还不够啊，我们送礼物是需要平时的铺垫的。很多人都知道拜托人办事要送礼，但事实上你要托人办事的时候再去送礼，很容易被拒绝。一来呢，对方可能真的不是跟你很熟；二来呢，收这个礼物它会有一定的风险，无事不登三宝殿，交易的意图过于明显。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其实就很简单，你可以在平时出游的时候带一些伴手礼，或者你家乡的特产，然后把这些小礼物呢就送给你的朋友啊、同事啊、主管或者客户，这些都是大家收起来没有压力的东西，而且收到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就觉得说啊，平时都会被你常常的惦记。所以用来平时人情投资的东西啊，就算被消耗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那在送这些伴手礼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像影后里面的壁虎哥一样广撒网。英姐请大家喝饮料喽！这种情况，除非你人真的是在剧组，而且你是主演或者导演，是比较高阶的工作人员，又或者你在办公室里面是主管的级别，又或者你可以真的做到每一个人都有，要不然这样的方法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风险的，因为很有可能一个不小心你漏掉了谁，送礼变成得罪，而且这样的方法呢，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哦，这只是一种福利，因为大家都有，不会有那种自己特别被惦记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平时在送这些小礼物也好，或者贵重的礼物也好，尽量做到1对1，亲手送到，这样呢也比较好有时间可以说一说你选这一份礼物背后的小故事。我们送礼物也好，社交也好，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感情进一步的升温，所以呢，了解送礼对象所在地的基本文化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起码的尊重，才不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呢，就比较不会去送钟或者伞这一类东西。我们频道有些外国的观众看到这边可能会觉得有点疑惑，为什么不可以送？因为送钟送伞都是谐音，是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你像送钟就是送钟，送伞就是散掉了，还有包含不能用红色的笔写名字，名字不能画圈等等这类东西呢。如果收礼物的人刚好是一个思维比较传统的人，或许就会介意。那每个国家呢都会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和我分享自己所在地的送礼禁忌。以前我小一点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做事情就是要硬干，靠实力。送礼物这种事情啊，是那些没有实力的人做的事情，是舔狗。但是我越长大越发现，原来送礼也是一门社交必修课。
更是在各类人际关系上的长线投资。毕竟呢，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身处的都是同温层，说实话，大家的实力都差不多。这个时候呢，情商高就会帮我们脱颖而出。一个好的礼物呢，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代表了我们的品味。很多时候呢，或许你还没有被注意到，但是呢，在一个对的 moment， 你送了一份对的礼物，就有可能让收到礼物的人眼前一亮，进而对你有更多的兴趣。一份得当的礼物呢，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选择出来的。无论是给新手妈妈的关心，还是支持，还是说满足了经济状况非常好的人的一些精神需求，又或者是对初出社会、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好的人的一个物质鼓励，这样的礼物呢，不仅有物质价值，还会带来情感的连接。好啦，看完今天的影片，也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收到过印象最深的礼物是什么，也可以帮忙正在找礼物的人提供一些小小的灵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热推哦。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接下来要过年，可能有一些情侣准备要结婚的要去见对方的妈妈，这种要送什么好？这种送什么都不怎么会好。好好聊天最重要，放宽心去见吧。